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如今蓝牙耳机已经成为我们听音乐的主力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数码必备品。这东西价格有的很贵，有的则很便宜。至于音质的话，肯定是有差别的。每一个品牌耳机音质都不一样，想找个既便宜又好听的耳机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今天咱们给大家测猜一款实惠好听的，就是我手上这一个漫步者 Air X 真无线蓝牙耳机。喜欢我视频的铁子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数码周边配件的测猜视频，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手上这两副 Air X 耳机分别是木灰色和晴蓝色。漫步者官方这一个型号的耳机一共推出了4种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个人比较偏向喜欢于这个木灰色。整体的包装盒的话，就是漫步者经典白色的盒子，金色的型号字体 Air X 印在盒子上面，盒子背面则是耳机的4种颜色和规格信息、制造商信息。打开包装盒，拿出里面的耳机，耳机仓和耳机分开放置在这一个 PP 环保的内盒上面。内盒的背面放置有商品的使用说明书、产品的保修卡、一包干燥剂和一根 Type-C 的充电线。这副耳机是非常的小巧迷你的，拿在手上几乎是没有感觉。耳机上的四周贴有保护膜，我们把它撕掉。耳机上面一样贴有保护膜。耳机仓和耳机一起的重量是 40.4 克，耳机仓的重量33克，两副耳机的重量一共才 7.5 克，好轻啊！单个耳机的重量 3.8 克。这个戴在耳朵上几乎是没有感觉的啊。这个漫步者 Air X 耳机仓，它这一面为磨砂面，耳机仓椭圆的造型，手感的话非常的不错。这侧面是光面的设计，增加我们握持的摩擦力，这样的话就不会容易脱手。正面这里是漫步者的英文 logo， 背面的有一个 Air X 系列的一个英文单词。耳机本体为漫步者专利设计的一个曲面半入耳式的。我实际戴上它的话是没有任何胀耳的感觉，非常的舒适。这一个是超短的耳柄，非常的迷你，耳柄上面有漫步者的 logo， 这样的设计非常有品牌辨识度。别看这个耳机这么小啊，续航能力非常的不错。据官方介绍，这副耳机满电的情况下可以听音乐7个小时，够用了吧？还有这一个耳机仓可以给它再增加20个小时的续航能力，而且还支持快充功能。官方宣称的是充电10分钟可以聆听音乐1.5个小时。这个迷你又小巧的蓝牙耳机内部配置蓝牙 5.4 版本。蓝牙耳机这个东西，蓝牙版本越高，我们用它玩游戏的时候延迟就越低。这个蓝牙 5.4 版本畅玩游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别看它这么便宜，手机 APP 一样是有的，下载漫步者官方软件，各种设置、各种音效 EQ 可以充分个性化这一副耳机。耳机具有高效的降噪效果，无论你在室外街头打电话，照样听得清清楚楚。耳机内部13毫米的大尺寸振膜复合单元，音乐效果我个人听上去还是很不错的。高频的话质感满满，低频有感觉，但是量感的话有点不足，只能说够用。说了这么多，还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音质吧，这个才是重点。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副耳机在有背景声音的时候，它的降噪效果怎么样。我现在就是没有开任何背景音的情况下所录出来的声音。现在我的笔记本电脑的音乐声音是 25% 的音量，我现在又来说话，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音质和一个降噪效果。这是 25% 的音量背景。我现在把笔记本电脑的音量调到 50%， 现在是 50% 的音量情况下，我现在又在说话，大家来听一下这一个录出来的音质和它的一个降噪效果。
介绍完这个耳机，大家听了它的实际的音效以后，我们就是进入我们这个频道的特色环节，就是拆解这个耳机。我们把它全部拆解开，让大家看一下它内部的构造。首先就是拆解这一个耳机仓。这就是耳机仓内部的情况。充电仓内部由2片 PCB 和一个电池构成，充电指示灯通过这个小孔来映射出来。这一块是充电仓内部的一个上盖，它是直接通过卡扣卡在这个充电仓的盖子上面的。这上面有厂家的各种信息，这里有充电信息。这2个 PCB 的主板，它是通过4颗螺丝固定在这一个充电仓支架上面。我们卸掉这个 PCB 上面的螺丝，螺丝卸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充电主板跟这个舱体给它分开。2颗强磁的磁铁用于收纳耳机，这是耳机仓内部的细节。漫步者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每一个支柱它都有加强筋。这一个出点，这一个出点就是给耳机充电的正负极出点。这2片 PCB 是通过排针进行连接。我们现在就是来拆这个耳机，我们用刀片把这一个耳机腔体的盖体把它打开。这内部是13毫米的一个动圈单元，内部的电池通过胶水进行固定，这上面有一个磁铁跟舱体的磁铁进行相磁，然后把它固定住进行充电。这是耳机内部的电池，我们把它断开，喇叭线一样的把它断开，腔体内部都灌满了白胶，这就是我们拔出来的耳机内部的一个主板。这上面还贴了有一个2维码，撕开这个2维码，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蓝牙芯片，这一面为几个镀金的触点，蓝牙的天线布置在这一个腔体内部。这就是这个漫步者 LX 拆解下来的所有的零件。我现在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耳机内部电路的情况。耳机内部电路分为充电仓电路和耳机电路。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这一部分充电仓电路，一颗35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厂家来自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小聚合物锂电池研发销售的公司深圳续航城电子。这家公司的生产基地在江西的赣州，电池是经过3C 认证的产品，上面有3C 认证的标识。Type-C 充电口采用立式安装，内部的舌片为黑色。这一颗定制的芯片思印 AF-AAA1， 这一颗就是这个耳机的主控芯片，用来控制耳机的充电，检查耳机入仓状态，控制耳机充电电路，检测电池的电压，指示充电仓的状态等等。主控芯片的旁边一颗思印型号 P14C13 的三角芯片，厂家来自成立于2009年，一家专注于高品质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和功率器件的公司，上海的新导科技。这是一颗过压保护负载开关，具有固定的6伏阀值电压，当任何输入电压超过阀值时，芯片就会关闭电路，以保护耳机内部电路的安全。这一颗 LED 灯珠为充电的指示灯，这里一颗升压电感，这里一颗6角芯片，这一个升压电感配合这一个升压芯片组成一组升压充电电路，将电池端的 3.7 伏电压升高，进而为2个耳机内部的电池充电。这一颗6角升压芯片思印型号 EACBY， 厂家的话我们有查到。耳机充电的小板通过这个排针进行连接。耳机内部的电路主要就是电池、集成模块和喇叭单元3个主要的模块组成。这2颗小天子厂家一样的是来自深圳的续航城电子，容量为37毫安，也是经过了3C 认证的电池。电池通过红黑正负极连接线连接到耳机的模块上面，这就是2个耳机集成模块。2块 PCB 都是采用的发烧级别的纯金的工艺。正面为蓝牙天线的镀金触点和触摸功能的镀金触点，这2个橡胶件内部为蓝牙状态的指示灯。这一面就是主要的电子元器件，顶部这里为耳机的电池充电的正负极触点，触点的材质也是铜制材料。这2个孔为麦克风的拾音孔，左右耳机各有一颗这种 MEMS 麦克风，用于通话拾音。这就是我拆下来的一颗 MEMS 麦克风，安装在这个里面的。这里一颗芯片，这里一颗芯片，2颗芯片为触摸检测 IC。私印的话是看不到了。芯片为这个 LX 提供触摸检测反馈功能，左右耳机都配置的是一样的芯片。左右耳机模块上面都有一颗私印 YL240 的贴片晶正，用于提供稳定和精确的频率信号，保证耳机的蓝牙芯片正常的工作。这一颗就是这个漫步者 LX 蓝牙耳机最关键的核心芯片——蓝牙音频 SoC。它的私印型号是 JL6973D8，来自成立于2010
2010年，一家专注于系统级芯片 SoC 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珠海捷理科技，这颗芯片属于捷理 TWS 耳机 AD697N 系列芯片，也是捷理出货量超过20亿颗的蓝牙芯片。芯片高度集成，外围精简，支持蓝牙 5.3 双模式，内置集成触摸功能 ，ENC 通话降噪，基于 AI 智能降噪算法，支持双麦降噪，具备超低的功耗，为耳机提供长续航的聆听体验。这就是漫步者 LX 的2个13毫米的喇叭单元，上面有 HS 的适应型号。这个漫步者 LX 蓝牙耳机经过测试和拆解，它的音质的话确实还可以，应付日常的音乐聆听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一般消费者对音质的追求也不是很高，100元的性价比价位，内部的做工也不含糊，各种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大厂的品质质量还是有保证的。我的拆解相信大家都能看得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